大家好，我是马丁。有些炼金术的同好曾经提起，在他们居住的地区是买不到盐酸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制造盐酸来炼金。YouTube 上面的教学，大部分是使用浓硫酸加食盐来制作盐酸。浓硫酸与食盐接触后，会立即产生化学反应，生成氯化氢与硫酸钠。氯化氢是一种易溶于水的气体，只要将氯化氢气体导入水中溶解，就变成了我们俗称的盐酸。相较浓硫酸而言，稀硫酸更为普及，在大部分的地区都可以买到。那么今天我要来试试看，稀硫酸加盐能不能成为盐酸的替代品。在这个小烧杯里有一些金箔，等一下可以用来测试我所制造出来的盐酸能不能用来炼金。我手上的这个烧瓶里有15毫升的电瓶水补充液，也就是所谓的稀硫酸。我要将食盐与稀硫酸充分混合，但是稀硫酸与食盐在常温之下不会有化学反应，我们需要将它们加热，让它们能够产生反应。在酒精灯上加热几分钟之后，我开始能够闻到盐酸的味道。虽然可以看到液体里面还有大量的盐没有融化，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是可以了。由于稀盐酸里有大量的水分，由化学反应所产生的氯化氢气体，绝大部分会被稀硫酸里的水分吸收。在将药水冷却了一段时间后，我接着使用滤纸来过滤。使用酸碱度试纸来测试，试纸对液体呈现强酸的反应。我接下来把自制的盐酸倒入盛装金箔的小烧杯，然后再加入大约1毫升的硝酸。在放置了一阵子之后，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反应，因此我拿出酒精灯来再加热试试看。为了让影片能够看得更清楚，我又放进去一小块镀金的 CPU 针脚。镀金的 CPU 针脚开始冒起了泡泡，代表王水正在攻击贵金属。在加热的状态下，自制的盐酸的确能够和硝酸配成王水。CPU 上的针脚已经被完全溶解掉了。我取出一点点药水，用氯化亚锡来测试看看药水里面有没有含金。
结果汤匙上出现了淡淡的紫色，代表药水里面确实含有贵金属。等药水完全冷却后，我发现里面有白色的结晶体。由于液体溶解氯化钠或硝酸钠的能力与它的温度成正比，因此在药水冷却之后，烧杯里面会出现这些盐类的结晶。我只需要将它们过滤掉就没有问题了。最后是成晶的测试。在加入硫酸亚铁之后，烧杯底部出现了少量的海绵晶。这个实验证明了稀硫酸确实能和食盐起化学作用而产生盐酸。买不到盐酸的同好们，或许可以考虑这个方法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